没有孩子到底是业障还是功德？你有没有发现，每逢过年过节，亲戚长辈聚在一起，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生小孩啊？怎么还不要个孩子呀？如果你刚好没有孩子，当下的气氛是不是瞬间凝结？你只能尴尬地挤出微笑，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但心里却像被针扎了一下。你是不是也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滑着手机，看着社群动态里别人儿女绕膝的温馨照片，看着别人家一家三口在公园奔跑的录像，心里忍不住泛起一阵酸楚，甚至你会偷偷的在黑暗中问自己，是不是我上辈子做错了什么，这辈子才生不出孩子？这是不是老天爷给我的惩罚？是不是我命中注定要孤独终老？这是我的业障吗？千百年来，我们都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给深深绑架了，仿佛没有把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就是残缺的，就是失败的。但是你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为什么有些老人家明明儿女成群，晚年却孤苦无依，以泪洗面，而有些无儿无女的人却活得格外自在、充实，满面红光？其实没有孩子根本不是什么业障。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解开这个缠绕在你心头多年，让你痛彻心扉的结。想要解开这个心结，我们先来聊聊佛法里一个非常核心却又非常温柔的概念，叫做因缘和合。很多人以为生孩子就像是在世俗里买东西，我只要拼命努力，只要我花足够的钱，努力备孕、打针、吃药，受尽各种生理和心理的折腾，就一定能把孩子带回家。但佛法告诉我们，生命的到来从来不是一场交易，更不是一种可以用努力来等价交换的商品，而是一场跨越前世今生的因缘相聚。打个比方，就像是天上的月亮要倒映在水面上，你要有一池清澈平静的水，还要有一个没有乌云遮挡的夜空，这两者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碰在一起了，水里才会出现那轮皎洁的月亮。孩子就是那轮水中的月亮，你和伴侣是那池水，而前世的业力与彼此的愿力就是那片天空。有时候水已经准备好了，但天上的云层太厚，遮住了月光。有时候天空很晴朗，但池子里刚好干涸无水。佛经里有一句话，万法皆空，因缘和合，假名为人。意思是说，这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哪怕是血浓于水的亲生骨肉，也不过是因缘际会之下陪你走过这段人生旅程的过客。缘分深了，他跨越千山万水来做你的孩子；缘分没到，他便去了别人家，成就别处的风景。这跟你有没有做错事，跟你的人格高低一点关系都没有。看透了因缘和合的本质，我们再来看看现实中老天爷的福报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其实当你觉得老天爷关上了一扇叫做子女的门时，他往往已经为你打开了另一扇通往截然不同风景的窗。只是我们凡夫俗子总是紧紧盯着自己没有的，为了得不到的东西暗自神伤，却忘了低头看看手里早就已经握着的宝藏。也许你会说，可是有孩子老了才有人照顾啊，无儿无女，晚年多凄凉。这句话听起来符合世俗的常理，但现实的剧本真的是这样写的吗？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古时候，看看城里最有钱的首富王员外的故事。王员外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大户人家，家大业大，良田千顷，商铺林立。更让外人羡慕的是，王员外膝下有3个身强力壮的儿子，这3个儿子个个都已经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令人艳羡的多子多孙多福气的最高境界。逢年过节，
王家大院门槛都要被来道贺的宾客踏破，大家都夸王员外好福气，晚年必定是儿孙扰息，享尽天伦之乐。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有一年深秋，深谙佛理的高僧邵清远大师云游到了此地。王员外听闻大师的高明，急匆匆地派了8台大轿，将大师请到了府上。当邵清远大师跨进王家那扇气派的朱红大门时，他没有看到其乐融融的景象，反而感受到了一股沉重压抑的戾气。当大师在内堂见到王员外时，更是吃了一惊。这位本该安享晚年的首富，此刻却骨瘦如柴，面容憔悴得像是一盏即将熬尽的枯灯，眼窝深陷，布满了深深的疲惫与恐惧。王员外支开了所有的下人，扑通一声跪在邵清远大师面前，老泪纵横。他苦笑着，声音颤抖地说：“大师啊，外人都以为我活在天堂，其实我每天都活在炼狱里。我这3个儿子为了争夺我的家产，天天在家里明争暗斗。大儿子跟二儿子为了城东那几间铺子，已经到了水火不容，见面就拔刀相向的地步。3儿子表面温顺，私底下却串通账房，转移我的资产。”王员外剧烈地咳嗽了几声，痛苦地捶着胸口：“我现在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每天晚上只要一闭上眼睛，就听到他们在门外争吵的声音。我甚至不敢生病，我怕我哪天两腿一伸，他们不仅不会为我流一滴眼泪，甚至会在我的灵堂前大打出手，只为了抢夺我身上最后一把库房钥匙。我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把最好的资源、最贵的食物都给了他们，把他们拉拔长大，最后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这难道就是我求了一辈子的子孙满堂吗？”邵清远大师静静地听着王员外的哭诉，眼神中充满了慈悲。他轻轻将王员外扶起，摇了摇头，叹息道：“施主育有3子，本应膝下承欢，安享晚年，却不想反成了烦恼之源，成了来讨债的冤亲债主。世人皆以为有子必有福，却不知有子未必定孝，无子未必定悲啊！”大师的话一语道破了人世间最残酷的真相。这段话放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不是也无比真实？你一定看过这样的新闻，或者身边就有这样的长辈，年轻时省吃俭用，连一杯稍微贵一点的咖啡都舍不得喝，把所有的退休金、养老本都拿出来，帮儿子付了昂贵的头期款买学区房，帮女儿办了风光无限的豪华婚礼。老了之后，自己腰酸背痛，还要弯着腰，忍着骨刺的剧痛，天天帮忙带孙子，连一点喘息的时间都没有。结果呢，当这位长辈有一天终于倒下，生病躺在医院冰冷的病床上时，那些满堂的儿女却以工作太忙请不到假，我自己的小孩也要辅导功课为理由，久久才来探望一次。更让人心寒的是，兄弟姐妹之间还为了谁该出那笔昂贵的看护费、医药费而互相推诿，在病房门外吵得不可开交。这时候，那些你曾经引以为傲的儿女，不仅没有成为你晚年安稳的依靠，反而成了一场你推不掉、躲不开的劫难。回到王员外的故事，在大师的点拨下，王员外恍然大悟，原来财富与子嗣如果没有善念的引导和因缘的护持，最终都会变成伤人的利刃。他决定不再把所有的心思和控制欲都绑在儿子身上，他立下遗嘱，只留给儿子们足够温饱的田产，然后把剩下的大部分家产拿出来修桥铺路、兴建学堂，去帮助城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和穷苦书生。奇妙的是，当他彻底放下了对儿女的过度执着，不再用庞大的家产去牵制、试探孩子们时，家里的气氛反而因为失去了争夺的诱饵
而逐渐缓和。王员外自己的心结解开了，每天看着学堂里穷苦孩子们开心的笑脸，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地跟着硬朗了起来，安然度过了安详的晚年。这就印证了那句老话：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有时候老天爷没有给你儿女的牵绊，没有让你陷入这种家族的恩怨纠葛，反而是他在温柔地提醒你，这辈子你不需要去承担别人沉重的因果，你终于可以好好为自己活一次了。你少受了多少身心的折磨，少担了多少人世间的惊吓与担忧，这难道不是一种深厚的福报吗？如果没有孩子，我们人生的爱与价值又该如何延续呢？让我们来听听邵清远大师记载的另一个真实的故事，关于一对名叫林旭和苏柔的夫妻。林旭和苏柔是一对出名的恩爱夫妻。林旭经营着一家布庄，苏柔则有一手绝顶的刺绣绝活，两人青梅竹马，成婚时可以说是郎才女貌，羡煞旁人。然而天不遂人愿，他们结婚整整10年，用尽了所有的偏方，拜遍了方圆百里所有的送子观音，苏柔的肚子却始终没有任何动静。在那个封建闭塞的年代，一个女人如果生不出孩子，是会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戳脊梁骨的。走在街上，苏柔总能感觉到邻居们异样的眼光和窃窃私语。更艰难的是家庭内部的压力。林旭的父母极其看重香火传承，每天都指着苏柔的鼻子大骂，甚至以死相逼，逼着林旭赶紧纳妾，或者干脆一纸休书，把苏柔休回娘家，另娶他人。那段日子，苏柔每天以泪洗面，甚至几次想过悬梁自尽，觉得自己是个残缺的女人，拖累了深爱的丈夫。她主动拿出了休书，哭着求林旭签下字，放她走。但是林旭没有签字，他当着父母和族人的面，一把将休书撕得粉碎。他紧紧牵着苏柔那双因为操劳而微微颤抖的手，眼神无比坚定地说：我们两人发过誓，要相濡以沫，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我怎么能因为老天爷不给我们子嗣，就狠心抛弃你？如果老天爷注定我们命中无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这辈子我们就做彼此唯一的依靠，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当他们做出了这个惊世骇俗的决定，真正从心底放下了对求子的疯狂执念时，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奇妙的翻转。他们不再天天愁眉苦脸，四处求医问药，他们把原本准备用来养育一堆子女的庞大财富、无尽的精力和时间，全部倾注到了另一个更宏大的事业中。林旭凭借着没有后顾之忧的拼劲，把布庄的生意越做越大，分店遍布。而苏柔则在镇上开了一家大型的绣坊，她不再只为自己的小家刺绣，而是免费招收镇上那些因为贫穷而险些被卖掉的年轻女孩，手把手地教导她们刺绣的手艺，让她们拥有了一技之长，能够独立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不仅如此，夫妻俩还出资盖了一间宽敞的义学，收留那些因为战乱或饥荒而无家可归的孤儿。他们管这些孩子吃住，请最好的先生教他们读书识字。遇到灾年，林旭便在布庄门前架起大锅，开仓施粥；遇到河流阻断交通，他们便出资修桥铺路。这就是老天爷赐予无子之人的隐藏版眷顾。你拥有了广结善缘、福泽四方的巨大能量。几十年如白驹过隙般过去了，当初那些被他们在绣坊救下的女孩，有的成了手艺高超的绣娘，嫁的良人；那些在义学里长大的孤儿，有的金榜题名，做了造福一方的好官；有的成了走南闯北的儒商。每逢过年过节，林旭和苏柔那座没有亲生儿女的宅院，却从来没有冷清过一天。院子里总是挤满了从大江南北赶来探望他们的人。
带着各地的伴手礼和名产，一声声地叫着他们灵父、苏母。当这对夫妻到了80多岁，身体逐渐衰弱，卧病在床时，在床前日夜轮班照顾，端屎端尿的不是一两个被自己的小家庭、房贷、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满腹牢骚的亲生子女，而是无数个没有血缘关系，却将他们视为再生父母的孩子。这些孩子用最纯粹的感恩之心，陪伴着两位老人走完了人生最后最温暖的时光。当林旭和苏柔安详离世的那一天，全镇的人都自发地披麻戴孝来为他们送行。送葬的队伍绵延了10里长街，那个场面比任何一个儿孙满堂的豪门显贵还要风光热闹百倍。几十年后，依然有源源不断的后人，每年清明节跋山涉水去为他们扫墓献花。邵清远大师曾评价这对夫妻说，血缘的爱虽然深沉，但却狭隘，而善缘的爱却无比广阔。爱从来就不一定要生出来才能成立。当你把对一个未出生孩子的执着化为对世间万物、对芸芸众生的慈悲时，你得到的爱与福报会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得多。是啊，你的子宫也许没有孕育生命，但你的善良，你的双手却孕育了无数个灵魂的重生。虽然听了林旭和苏柔的故事，但在世俗的眼光里，结了婚却生不出孩子，或者选择一辈子单身不婚不育的人，在面对社会压力时，依然会忍不住在夜深人静时怀疑自己，我是不是一个有瑕疵的人？我是不是生命有缺陷？我连传宗接代这种最基本的本能都做不到，我是个废物吗？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请你闭上眼睛，听听这个在古老中亚流传了数百年的关于破水桶的奇妙寓言。在崇山峻岭之中，有一座建在半山腰上的古老寺庙，寺里有一位专门负责挑水的和尚。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和尚就要拿着一根被岁月磨得光滑的扁担，挑着2个沉重的木质水桶，走下长长的好几百级石阶，到山下清澈的溪流里打水，然后再气喘吁吁、极其辛苦地把水挑回半山腰的寺庙，供全寺的僧人一整天的饮用。这2个水桶命运却截然不同。右边那个水桶完好无缺，做工精良，每次都能稳稳当当、一滴不漏地装满满一桶清水回到寺里，而左边那个水桶底部却有一条明显的裂缝。每次和尚从山下溪边打满水，一路颠簸着爬上山路回到寺庙时，那个破裂的水桶里总是已经漏掉了一大半，只剩下半桶水。日复一日，春去秋来，整整2年的时间，天天如此。那个完好无缺的水桶为自己完美无瑕的物理状态感到非常骄傲，他常常对着阳光展示自己滴水不漏的身躯，觉得自己完美地达成了被制造出来的神圣使命，是一个成功的水桶。而那个有裂缝的水桶呢，他却感到深深的自卑和痛苦。每次看到自己漏在地上的水渍，他都觉得那是自己无能的证据。他觉得自己是个残次品，是个失败者，因为自己不可修复的缺陷，让挑水和尚每天都要白白浪费1半的力气，这是多么巨大的罪过啊！终于有一天，当和尚在溪边再次把水装满，准备挑起扁担时，破水桶再也忍不住内心的煎熬，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哽咽着对和尚说：“师父，我真的很对不起您，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废物，我生来就是残缺的，因为我身上这条丑陋的裂缝，让您这一路上漏掉了1半的水，让您每天清晨的辛苦都白费了。您还是把我扔了吧，把我劈了当柴烧，去集市上换一个新的完美的水桶吧，我没有资格陪在您身边。”和尚听了这番凄凉的告白，
并没有生气，也没有责备他。他轻轻地放下扁担，蹲下身子，露出了一个充满无限慈悲与智慧的微笑。他温柔地摸了摸破水桶粗糙的边缘，像安抚一个受伤的孩子一样说道：“傻孩子，你先别急着否定自己。等一下我们挑水回山上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再一直低着头，死盯着自己漏水的地方看。你试着抬起头，好好看一看你左边这一侧的山路旁到底有着怎样的光景。”破水桶半信半疑，勉强止住了眼泪。在回程漫长而陡峭的山路上，他听从了和尚的话，努力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那条不断渗水的裂缝移开，看向了自己每天经过的这一侧山路。这一看，他瞬间惊呆了。他惊讶地发现，在他这一侧的山路旁，竟然开满了五颜六色、绚丽多姿的野花，有洁白的百合，有淡紫色的牵牛花，还有金灿灿的迎春花。这些花朵在晨风中摇曳生姿，散发着迷人的清香，甚至引来了美丽的蝴蝶和蜜蜂，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宛如一条通往仙境的彩虹小径。而当他转过头看向另一个完美水桶所经过的右侧山路时，却发现那里光秃秃的，只有干裂的泥土和几根枯黄的杂草，毫无生机。和尚在山路中央停下了脚步，指着那一地的繁花，对着破水桶温和地说：“孩子，你看到了吗？其实我从第一天起早就知道你身上有裂缝，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修复你，更没想过要扔掉你，因为我知道你的特性，所以我特意在你这一侧的山路泥土里撒下了许多珍贵的花种。”和尚顿了顿，眼神变得无比深邃。这2年来，我们每天清晨从这里走过，正是你身上那条裂缝漏出来的水，每天默默地、均匀地灌溉了这些种子，是你孕育了它们，才让这条原本荒芜、枯燥的山路开出了这么美丽的鲜花。现在，寺庙里的佛桌上每天都有新鲜美丽的花朵可以供奉佛陀，让所有上山朝拜的信众都能闻到这沁人心脾的花香，洗涤他们的心灵。这一切的美好，难道不是因为你的不完美、你的残缺所造就的吗？破水桶听完，感动得浑身颤抖，再次流下了眼泪，但这一次是释然与重生的泪水。他终于明白，原来自己眼中的致命缺陷并不是什么业障，而是一种独特的用来造福世间的恩赐。各位朋友，听完这个故事，你还要继续怨恨自己没有孩子吗？请你抬起头看一看你走过的路，正因为你没有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所有辛辛苦苦赚来的金钱全部狭隘地倾注在一个小家庭、一个孩子的身上，你的生命中才留出了宝贵的空缺。而正是这份空缺，这道看似不完美的裂缝，反而滋养了你生命中其他无数美好的事物。也许你用省下的时间，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帮助了更多的下属和客户。也许你把多余的财富拿去做公益，默默资助了偏乡的孩子。也许你用大把的光阴陪伴了年迈孤独的父母，让他们安享晚年。也许你只是用这些时间成全了你自己内心深处那个被搁置已久的梦想，去画画，去旅行，去写作。你的生命正在漏水吗？你的生命因为没有孩子而残缺吗？不，你只是正在用另一种极其优雅的方式灌溉着这世间的花朵。所有的不完美，其实都是老天爷为了让你广结善缘，发挥更大价值而特意为你留下来的缺口。我知道许多没有子女的人，哪怕明白了上述所有的道理，内心最深处依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恐惧。等我100年之后，等我死后，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记得我了。我没有留下任何血脉，没有人在清明节给我上香，我的生命
就像是一阵风吹过，就什么都没了。我存在过的痕迹将被彻底抹杀。对于这种对传承与存在感的执念，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给出了一个最震撼人心的答案。这个故事被清晰地记录在阿瞿世王受决经之中，名为贫女一灯。当时在繁华的舍卫国，国王阿世王为了向世人彰显自己的虔诚，同时也为了炫耀国家巨大的财富，特意邀请佛陀和上千名弟子们前来接受供养。为了迎接佛陀的到来，国王下了一道圣旨，在从皇宫一直延伸到佛陀讲法的7元精舍的整条宽阔道路两旁，点燃数以万计的油灯。国王毫不吝啬，这些油灯全部装在华丽无比的金银琉璃盏中，里面燃烧着最上等、最昂贵的酥油。当夜幕降临时，几万盏油灯同时点亮，将整个国都照耀得宛如白昼，金碧辉煌，场面无比壮观奢华。全城的百姓都跑出来围观，所有人都在惊叹国王的大手笔，赞叹国王的功德无量，认为这绝对是世间最伟大的供养。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角落里蜷缩着一位名叫难陀的贫苦老妇人。难陀老奶奶的命运极为悲惨，她无依无靠，一生没有结过婚，更没有生儿育女。老了之后，她失去了劳动力，每天只能靠在街头乞讨一点残羹冷炙为生，晚上就裹着破破烂烂的草席，睡在别人家冰冷的屋檐下，任凭风吹雨打。看着国王点燃的万盏明灯，看着满城的欢庆，难陀老奶奶的心里充满了对佛陀的敬仰与感动，但同时也升起了一股深深的悲哀与自责。她流着浑浊的眼泪，在心里暗暗自责：我因为前世愚痴，没有积累福报，今生才会如此贫穷孤苦，无儿无女。现在伟大慈悲的佛陀终于来到了我的国家，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种下善因的机缘。可是我却连一盏最便宜的灯都买不起，我拿什么来表达我的敬意？我拿什么来点亮我这晦暗的一生呢？不甘心的难陀老奶奶在自己破烂的衣襟里摸索了很久，终于翻出了她今天辛苦乞讨了一整天讨来的仅有的2枚小铜钱。她握紧了这2枚铜钱，不顾一切地跑向城里的油店。油店的老板看着眼前这个浑身散发着酸臭味、衣衫褴褛的老太太，又看了看她手里那2枚可怜的铜钱，不耐烦地皱着眉头说：老太太，你这点钱连买一口最劣质的油都不够，你连饭都吃不饱，买油做什么？老奶奶颤抖着双手，无比诚恳，眼中闪着泪光地说：老板，我知道这点钱很少，但我想买一点点油去供佛，我想用这微光点亮我内心的无明，希望能为我的来世，也为世间受苦的人照亮一条路。老板愣住了，他看着这个一无所有却拥有一颗如此纯净发心的老人，内心的某处被深深触动了。他叹了口气，破例给他打了满满一小罐子的油。难陀老奶奶如获至宝的捧着这点微薄的油，步履蹒跚地走到佛陀必经的路旁。他没有资格靠近那些属于国王的琉璃灯盏，只能在路边的泥地里捡了一个被人丢弃的破旧瓦片。他小心翼翼地把油倒进瓦片里，自己撕下衣服上的一缕破麻布，搓成一根粗糙的灯芯，然后恭敬地点燃了它。火光亮起，微弱的仿佛随时会熄灭。老奶奶双手合十，跪在满是尘土的地上，对着佛陀的方向发出了一个震动法界的大愿：愿这盏微弱的灯光能洗净我今生的业障，愿我来世能够获得无上的智慧，化作一轮明月，照亮世间所有在黑暗中受苦迷茫的众生。发完这个慈悲的大愿后，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抢着看热闹，而是静静地跪在角落里，
守候着他生命中唯一的这盏灯。夜色渐渐深沉，突然天有不测风云，一阵剧烈的狂风席卷了整个舍卫国。风呼啸着穿过街道，国王点燃的那几万盏华丽的油灯，虽然装在金银器皿里，但在狂风的摧残下，一盏接着一盏的被吹灭了。原本亮如白昼的街道，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的黑暗。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发生了。唯独难陀老奶奶在路边泥地里供奉的那盏装在破瓦片里的小灯，虽然灯火微弱如豆，但在狂风暴雨中却像是生了根一样，越烧越旺，光芒越来越耀眼，丝毫没有任何要熄灭的迹象。在黑暗的国度中，它成了唯一的光源。第二天清晨，佛陀的大弟子，号称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奉命去巡视街道，准备熄灭所有残留的灯火。当他走到难陀老奶奶的灯前时，发现唯独这盏灯还在熊熊燃烧。他觉得这不合常理，便走过去，想用手扇灭它。可是无论目犍连怎么用力扇，甚至运用了他强大的法力神通去召唤大风，这盏装在破瓦片里的小灯依然明亮如初，不可撼动。这时，佛陀迈着从容的步伐走了过来，他微笑着制止了满头大汗的目犍连，声音如洪钟般说道：“停下来吧，目犍连。这盏灯，哪怕你今天倾尽天下四大海的海水，哪怕你掀起宇宙间的风暴，也是绝对无法扑灭的。”目犍连震惊地问：“世尊，这是为什么？”佛陀慈悲地看着难陀老奶奶所在的方位，缓缓说道：“因为点燃这盏灯的人，虽然无儿无女，身无分文，是一个世俗眼中的可怜人，但他倾其所有，不为自己的私欲求福报，而是为了拔除众生的痛苦，发出了极其纯粹的慈悲大愿。这盏灯是用他全部的真心、全部的灵魂点燃的，它早就不再是一盏世俗的油灯，它是永不熄灭的智慧之光。这光芒超越了生老病死，超越了血脉传承。各位朋友，这个故事每次读起都让人热泪盈眶。你真的觉得所谓的传承就只有靠生个孩子把你的姓氏传下去这一种方式吗？真正的传承从来都不是基因密码的复制，也不是把银行存折里的数字留给后代。阿诗王拥有无尽的财富，点了几万盏灯，风一吹就全灭了。就像我们现代许多人拼了老命留给子孙万贯家财，最后孩子如果不争气，不仅挥霍一空，甚至引发家族内斗，对簿公堂。这种传承不仅毫无意义，反而制造了无尽的恶业。而难陀老奶奶呢，她没有儿女，没有财富，甚至连个墓碑都没有，但她点燃的那盏破瓦片里的灯，却因为那份极致的纯善，被永远记录在了佛经里。2000多年过去了，世世代代的出家人和信众都在传颂他的故事。他虽然没有肉身上的后代，但他的精神，他的光芒却照亮了无数在黑夜中迷茫的心灵，包括今天此刻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和我。我们在世间走这一遭，生命本来就极其短暂。如果你能用你的善良去无私地帮助一个陷入绝境的陌生人，如果你能用你的微笑去温暖一个在崩溃边缘的沮丧灵魂，如果你能把你对未出生孩子的爱升华为对流浪动物、对贫困学童的庇护，那么你的精神就永远存在于这个宇宙之中，那就是你留给这个世界永远不会被狂风吹灭的明灯。血脉会随着时间断绝，王朝会覆灭，但爱与善念将会生生不息，与天地同寿。佛陀教导我们放下，并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要，去深山老林里当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真正的放下，是教我们把那双因为过度紧张、过度焦虑而紧紧握住的拳头勇敢地张开。当你紧握拳头，
想要抓住那个虚幻的一定要生孩子才能圆满的执念时，你的手心里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因为焦虑而流下的汗水勒得你自己生疼。但是当你愿意松开执念，把双手平摊开来时，虽然手里没有握着所谓的世俗标配，但你却接住了整个春天的微风，接住了温暖的阳光，接住了属于你自己的自由与健康。如果你没有孩子，请千万不要再觉得那是人生的缺失或业障，试着张开双手，去拥抱这世间更广阔的风景。你会发现，没有了那些繁琐的牵绊，没有了辅导功课的怒吼，没有了为孩子买房结婚的焦虑，你的时间是完全自由的，你的心灵是轻盈如羽毛的。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更高级、更通透的生命富足吗？听到这里，屏幕前的你，心里那个紧紧缠绕了10几年的死结，是不是觉得松开了许多？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明白了这些高深的道理，我们还要懂得在每天日常的烟火生活中去实践。如果你现在依然偶尔会因为没有孩子而感到焦虑，或者逢年过节面对亲戚的催问时感到窒息，这里有3个你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只要照着做，你会发现平静其实离你很近。第一步，睡前3分钟的关心与和解练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放下手机，闭上眼睛，做几个深呼吸，在心里温柔的、坚定的对自己说3遍：我接受我现在生命的一切状态，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也不是残缺的，我没有失去什么，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体验更自由的人生。把专注力放在自己均匀的呼吸上，感受那份没有沉重牵绊的轻盈感。告诉自己，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奇迹，你不需要靠繁衍后代来证明你个人的价值。第二步，转移你爱的投射，扩大爱的半径，养育生命，体验母爱或父爱的成就感，绝对不一定要靠血缘来完成。你可以去动物收容所领养一只可怜的流浪狗或流浪猫，你可以透过可靠的慈善机构，每个月省下一杯咖啡的钱，去资助一位偏远山区的贫困儿童，改变他一生的命运。甚至你只是在自家阳台上用心种一盆好照顾的绿植，当你看到一个生命，一个花苞因为你的浇灌而茁壮成长时，你会深刻地明白，你的爱充满了力量，而且这份力量不需要靠受尽折磨的生孩子来兑现。第3步，练习语言的布施，斩断世俗的枷锁。从今天起，不管是过年过节还是亲友聚会，遇到比你年轻的晚辈，请你带头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不再脱口而出问他们什么时候生小孩。当别人问你时，也不要再生气或自卑，而是用一个最从容的微笑回答：我现在这样自在的生活就很好。把那些催生的、焦虑的话语换成一句简单而真诚的祝福：祝你平安健康。当你开始对别人、对世界释放包容与不批判的善意时，你其实也是在深深地疗愈你自己那颗曾受过伤的心。各位朋友，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今天这趟深度的心灵旅程也即将画上句号。金刚经里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世间所有的财富、名利，甚至是我们最看重的血脉亲情，到头来都不过是因缘和合的产物。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如果你此刻依然孤身一人，或者夫妻俩膝下犹虚，请千万不要再自怨自艾，更不要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遗憾，低人一等。你没有被老天爷惩罚，你也没有任何业障需要去赎罪，你只是被浩瀚的宇宙挑选中，去体验另一种更宽广、更纯粹、更高级的生命状态。它把原本要你操碎了心的时间，大方地还给了你。
他把原本要你牵肠挂肚、日夜担忧的经历完整的还给了你。他希望你这辈子终于能好好为自己活一次，好好爱自己，然后再把这份盈满的爱毫无保留地分享给这个世界。真正的圆满从来都不是别人眼里的儿孙满堂，而是你内心深处那份不随外物动摇的平静与富足。看破了，放下了，无论你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在这红尘俗世中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今天这支影片希望能为屏幕前每一个受过世俗眼光委屈，在深夜里流过眼泪，或者正在为生命意义感到迷茫的你，带来一丝丝的温暖、安慰与重新出发的力量。如果你觉得听完之后，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呼吸变得顺畅了，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让您心里获得了久违的平静，欢迎将这支影片直接分享到您的社群动态里、群组、家庭群组里，把这份智慧与善意传递给身边更多可能正在受苦的亲朋好友。同时，我非常诚挚地邀请你，现在就在下方的留言区写下一句对自己、对家人，或者是对这个世界的善言与祈福。它可以是一句愿我放下执念，得身心自在，也或者是简单的一句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各自圆满。请千万不要小看这短短的一句话，这打出来的几个字。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留下善念，留言区就会汇聚成一个无比强大的能够疗愈人心的正向磁场。这个磁场不仅会庇佑勇敢留言的你，也会温暖以后每一个点进来看到这些文字的有缘人。人生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修行，很荣幸今天能陪你走过这一段路。愿你无论有没有儿女的牵绊，都能拥有一颗清净无碍的心，活得通透，活得自在，活得不负此生。我们下期影片再结善缘。